我是一个孕20周的准妈妈，正当我满心欢喜的准备迎接新的小生命的时候，却意外发现老公背着我，偷偷拿着我的身份信息去网贷。不仅如此，老公竟然还隐瞒我他们家族的遗传病史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看着手机，它比来自我的各种贷款信息，零零散散加起来竟然有近20万。我的脑子不由嗡的一声，同时冷汗也止不住地往外冒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网贷，巨大的疑问盘旋在我的脑海中，可我现在却没有任何思考的能力了。看着一笔笔大额的贷款，我只觉得头晕目眩，觉得自己下一秒就会晕过去。但是突然想到自己的腹中还有一个小宝宝，我逼着自己的脑子清醒下来。我叫林欢，今年27岁，结婚3年，目前已经怀孕5个月了，即将迎来新的小生命，来到人生的下一段旅程。却没想到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欠下的网贷，宛如晴天霹雳般打碎了我美好生活的梦。这天，我在刷手机时突然弹出一条短信，我随手点开，竟然是一条小额贷款催收信息。本以为是诈骗短信，可后面竟然写有我的身份信息。难道现在的诈骗技术都这么高明了？但是不至于连我的身份证号码和家庭住址也能写得这么全面细致吧？出于好奇和心底里隐隐察觉的不对劲，我鬼使神差地打开了那个软件，没想到却发现我的名下竟然真的欠了钱，虽然不多，只有几百块钱，但是我能保证，我从来没有在手机上做过任何贷款。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出于全方面的考虑，我在某书上搜到了很多可以小额贷款的 app， 一并都下载了，想要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可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我发现大部分的借款平台都能到我的贷款信息，而且都是拿着我的身份证和个人信息办的。我将贷款一笔一笔的加起来，最后一算，竟有将近20万，顿时我被惊得冷汗直流。可我的身份证一直被我保存得很好，而且我也特别注重隐私的保护。想来想去，好像只有我的老公经常会拿着我的手机去用。我和老公陈浩是在工作上偶然认识的，刚认识后，陈浩就对我展开了猛烈的追求。刚大学毕业且牡丹的我根本承受不住陈浩的追求。当我问他喜欢我哪时，他总是一脸认真地说：单纯、善良。我很快便败下阵来，确定了和陈浩的恋爱关系。再后来，我们便顺理成章地结了婚。婚后，老公陈浩准备创业做网店，让我在家辅助他的一些工作，拍拍商品图片，做做视频等。而我也就安安心心地在家做起了全职主妇，顺便帮帮陈浩的忙。本以为我找了个能干又顾家的老公，没想到这场梦竟然碎得这么快。看着手机上的网贷记录，几乎都是在夜间和凌晨时分，除了我的枕边人陈浩，我再想不出还会其他人会在凌晨用我的手机和我的身份证进行贷款。尽管我真的很不想去怀疑他，可是情况就这么摆在这里。王浩拿这么多钱干嘛去了呢？尽管我的心里满是疑惑，但我仍然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。我得好好查一查，他到底要干什么。很快就到了晚上，老公，最近网店的生意怎么样啊？我不动声色地问着陈浩。挺好的，一切如常。陈浩没有一丝停顿地回答着。如果我没有发现贷款记录，他这副表现，我还是会依旧傻乎乎地相信他说的话。看来他是真的什么都不准备告诉我。还不等我酝酿出下一句话说什么，陈浩却抢先一步开了口：
老婆，最近网店实在是忙得不行，我让我姐来照顾你一段时间，可以吗？”提到我的大姑姐陈丽，我心里不免有些心疼她。在我和陈浩婚后，我才知道姑姐陈丽有一个儿子，但是儿子有先天性疾病，出生之后就是脑瘫。也因为如此，姑姐和姐夫的关系也一直不好，经常频繁性的吵架，甚至我和陈浩结婚办酒那天，姐夫都没有出席我们的婚礼。对于姑姐的遭遇，其实我很心疼。那姐不用在家照顾孩子吗？据我所知，姑姐从孩子出生后便找了个闲散的工作来做，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。现在孩子已经10几岁了，也就只能勉勉强强地做到生活可以自理。最近孩子的奶奶来了，和姐一起照顾孩子。你知道的，婆媳在一起难免有矛盾，正好我最近也忙，我就让姐过来照顾你。听陈浩这么说，我便应了下来。确实，我的身边需要有人照顾。自从怀孕后，我的反应就一直很大，一闻油烟味就恶心的不行，甚至连饭都吃不下去。至于陈浩到底瞒着我在干什么，我准备这段时间慢慢查。第二天一早，陈浩刚出门，姑姐就过来了。姐，你这么早就来了呀？快点坐，我把屋子收拾出来了。姐，你就住这儿。我和姑姐先彼此寒暄了一番，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着。我和姑姐相处得很愉快，姑姐也将我照顾得很好。转眼间，我也已经是一个孕25周的准妈妈了。在这1个来月的时间里，我发现我名下的贷款都在一笔一笔的还着，没有像上次那样有逾期的短信发来。或许真的是资金周转不开，陈浩需要资金流动周转，因为做网店的投入其实并不少，从进货到仓库的费用，再加上员工的工资和售后的各种问题和运营引流的投入，都是需要前期投资的。再加上我现在怀孕，或者陈浩不和我说，也是怕我跟着操心。想到这，我的疑心也就减弱了不少。现在想想，我只觉得那时的我真是格外的单纯。这天闲来无事，我和姑姐坐在沙发上聊天，我喝果汁，姑姐喝着啤酒。女人都是这样，喜欢几个人坐在一起谈谈心，说说话。聊着聊着，酒劲上来了，我和姑姐也越说越多。女人总是容易共情的，想到姑姐的经历，我心里不免涌起一阵酸涩，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道：“姐，小斌的病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错，姐夫干嘛这么对你？”刚说完这句话，我就后悔了，我不应该这么直接地问。看着姑姐的神情，想必她也没想到我会这么直白地说这件事情，脸上的表情很是古怪。意识到说错话后，我立马张开嘴：“姐，我不是有意这么说的，我这个人就是不过脑子。姐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还未等我说完，姑姐就摆了摆手，不让我继续说下去。没事儿，小欢，姐不往心里去。听到姑姐这么说，我的心里更愧疚了。这张破嘴，什么时候能好好说话？姑姐好像在想些什么，突然她说了一句：“其实这事儿也不怪你姐夫，都是我的错。”不怪姐夫，都是姑姐的错。姑姐为什么这么说？我用充满疑问的眼神看向姑姐，在对上我满是疑惑的眼神后，姑姐仿佛才突然缓过劲了一般，忙说道：“姐说错了，姐说错了。”可作为女人的直觉告诉我，姑姐一定有事儿瞒着我。疑惑的眼神变成了探究，我就那么默默地看着姑姐。过了良久，姑姐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呼出了很重的酒气。罢了，小欢，既然如此，姐也就不瞒你了。你正好也能有个心理准备。心理准备？什么心理准备？
我的心里打起了波浪鼓，一种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。其实咱们家有隐性的家族遗传病史，小斌也是因为这个才有的脑瘫。刚怀孕的时候，我是又开心又害怕，开心自己能当妈妈了，害怕孩子会有什么毛病。我也一直没敢和你姐夫说家族遗传病这个事情，直到孩子生下来，真瞒不住了，我才和你姐夫说，所以你姐夫这么多年一直怪我。姑姐后面说了什么，我已经听不清了，我的脑子里现在全都是遗传病、脑瘫。此刻的我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全身发抖。在这一刻，我是真的完完全全感觉到天快要塌了。姑姐看出了我的变化，顿时吓得清醒了过来，连忙安慰我。但我此时一点都不想听她再说什么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他们家族有遗传病史？我已经怀孕6个多月了，还有2个来月就要生产了，就算孩子真的有什么问题，也打不掉了。一股深深的无力感从我的全身蔓延开来。你们家有遗传病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隐瞒我？我用猩红的双目盯着陈浩发问。欢欢，你别这样，我不是有意隐瞒你的，我们备孕了2年才怀上，我是真心想要这个孩子。而且你看我和姐不是好好的吗？我们俩不是没有事吗？小斌只是个意外，你别自己吓自己。而且孕期我们也做了各种检查，都没有问题。陈浩几乎是用一种哀求的语气低伏着和我讲话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脑瘫是不一定能检查出来的。我冷静的语气中带着绝望。其实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把孩子生下来，但是我怨啊，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事情？为什么瞒着我？我一遍又一遍地深呼吸，逼着自己冷静下来，去接受这个事情，接受或许2个月后会发生的事实。深夜，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，准备下床吹吹风，冷静一下时，却听到卫生间传来老公和姑姐说话的声音。你和他说这事儿干嘛呀？我这也是酒劲上来了。再说了，如果孩子出生真有什么问题，他早晚也会知道的。况且小然的事儿也快要瞒不住了，妈年纪大了，一个人根本照顾不了小然，早晚是要你和欢欢帮着一起照顾的。好了，好了，你别说了，先睡觉吧，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。小然，他们说的小然是谁？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过？他们家到底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？可我现在根本没法深究，我的心里只有孩子的事儿。在这之后的1个多月里，我跑遍了所有的知名医院去做产检，甚至去到别的城市检查肚子里的宝宝是否健康。尽管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，但是我还是担心，毕竟脑瘫这个东西是不一定能检查出来的，孩子还在肚子里，医生也没办法100%确认是否健康。我只能一遍一遍地看着检查报告安慰自己，至少在现有的报告单里面，孩子是正常的，就算真有什么问题，也应该不会太严重。除此之外，我只能祈祷着我的孩子是个健康的宝宝。很快，我的预产期就到了。一天夜里，我突然腹痛难忍，同时我感受到了强烈的宫缩。我急忙叫醒了身旁还在熟睡的陈浩，让他赶紧送我去医院。我已经痛到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到的医院，但当我躺在产床上时，我只记得我祈祷着我的孩子千万要健康。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，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不知道痛了多久，也记不清护士对我说了多少遍用力点，我只恍惚地记得，当我听到一声啼哭后，便控制不住地昏睡了过去。当我醒来后，我看到陈浩守在我的床前。孩子呢？孩子怎么样？我想立刻就知道孩子的情况，
但又有点害怕知道孩子的情况。孩子没事儿，是个女孩，就是孩子出生后黄疸有点高，剩下的都很健康。听到孩子没事儿，我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。感谢上天垂怜，同时这些日子积压的担心忧虑也都得以释放出来，我竟然掉起了眼泪。见我哭了，陈浩急忙将我抱在怀里，轻声安慰道：“欢欢，别哭了，孩子没事儿，多让人开心的事儿啊！你哭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？虽然孩子没事，很健康，我不用提心吊胆着了，但我对陈浩却产生了很深的隔阂。我甚至发现自己有点抗拒面对他。休养好后，我便抱着孩子回了家。看着怀中因为黄疸有点高发黄的小孩，我只觉得异常可爱，先给他取了乳名叫小橘子，每天带着他在窗边晒太阳。看着软软糯糯的小孩子，我觉得我的心都快要被他萌化了。我想让孩子快快乐乐的成长，永远做个开心的小朋友，于是给他取名陈彤。我让陈浩去给孩子上户口，可给孩子上户口的那天早上，陈浩急匆匆地接了个电话，说店里有事儿，便跑了出去。想着孩子已经满月了，也该去上户口了。陈浩既然忙，那就我去吧。于是我翻出姑姐前些天送来的户口本，拿着身份证、结婚证这些证件，抱着小橘子出了门。我将材料一并交给工作人员，很顺利地上完了户口。回到家后，我翻开陈浩的户口本，想看看小橘子的那一页，顺便拍照留念一下。结果却在户口本上看见了一个陌生的名字——陈然。他是谁？为什么在陈浩家的户口本上，陈浩只和我说他只有一个姐姐？但这个陈然在户口本上的那一栏赫然写着长子。难道老公还有个哥哥？但为什么从来没和我提起过？陈然，然。突然，我想到了那天晚上老公和姑姐说悄悄话时提到的然，难道就是这个人？我的心里顿时涌起一股不好的念头。喂，大姑，我是欢欢。为了证实自己心中的猜想，我拨通了陈浩大姑的电话。是欢欢呐，听说最近刚生了孩子，真好啊，恭喜恭喜啊！本来想今天打电话告诉您的，结果您都知道了。那可不，刚生那天我就知道了，你姑姐打电话和我说的。原来姑姐已经先和您说过了，也不知道婆婆和陈然最近怎么样。哎，大姑突然从电话那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我顿时心中一紧。陈然也是个命苦的，你婆婆照顾了她这么多年，也没见有什么好转，还是那一副心智只有几岁小孩的样子。我忘了自己是怎么寒暄着挂断电话的，我只知道我的猜想被证实了。陈浩有一个智障的哥哥。起初我还想，明明陈浩和姑姐都很正常，那这个家族遗传病是怎么来的？只是我没想到，陈浩竟然一直瞒着我他有个哥哥的事情。现在一想，一切就都能说通了。我的枕边人，我的丈夫，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到底把我当成什么？我越想越气，心里堵得实在受不了了。于是我抱着孩子前往陈浩用来办公的工作室，想把这一切问个清楚明白。可当我到了工作室门口，才叫给了我当头一击。我发现陈浩竟然早已不在此地办公了，而网店的营业执照也早已被注销了。我又想到，好像陈浩已经很久没有让我帮他拍过网店的商品图片了。那陈浩这段日子在做什么？那他贷款那么多钱干嘛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巨大的疑问在我心里盘旋着。我到底是嫁进了个什么家庭里啊？把自己卷进了多大的漩涡当中啊？回到家后，我看着怀中的婴儿，强打起精神，告诉自己
不能倒下。前2年，我和陈浩做网店赚了些钱，有一部分我一直放在手里没花，除了我自己，谁也不知道有这笔钱。本想着这笔钱以后有什么急用拿出来应急，没想到现在却变成了我的定心丸。想到这笔钱，我安心了不少。于是我开始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陈浩每天的动向，发现他总是有事没事地盯着电脑看，有时候一看就是一晚上。这天，我趁陈浩出门，打开了他的电脑。起初，我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于是我有些泄气般的一通乱点，却没想到这一点，让我真发现了点什么。我无意间点开了炒股软件，发现陈浩在股市异常活跃，买了很多只股。我算着每一只股投入的价格，算来算去，我发现他把偷偷用我手机贷款的钱全部都投入到股市里面了。陈浩回到家后，我便直接开门见山地问他炒股和拿我手机贷款的事情。见我都知道了，陈浩吓得突然跪了下来：“老婆，这几年互联网越来越卷了，赚的钱也越来越少。我有个朋友，他前几年在股市上赚了几百万，我觉得我也行，我也能赚大钱。老婆，你别怪我，别生我气。而且你看，最近我买的这2只股又赚钱了。”说着，陈浩拿起了一旁的电脑给我看。算了，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，我不管你。我说的一脸平静。陈浩仿佛不敢相信：“老婆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不生气？生气有什么用？你不是已经先斩后奏了吗？”老婆，我不等陈浩说完，我便继续开口道：“你炒股我不管，不过你用我心想贷款的钱，你可得尽快还上，要不我看着这些贷款心里不爽。”好好好，老婆，只要你不怪我就行。这2天我把这2只股票卖了，钱都先给你还上。我不再多说什么，而是安安静静地哄着小橘子睡觉。很快，陈浩就在高点把那2只股卖了，并且把卖掉的10万块钱全部转给了我，而我也毫不含糊地收了钱。后面的几个月时间里，股市的行情一片大好，陈浩赚得盆满钵满。不仅还完了手机里的所有贷款，陈浩还多给我转了10万块钱。陈浩这次在股市里吃到了甜头，还准备继续在股市里奋斗，每天守在电脑前，用一种贪婪又渴望的眼神盯着电脑屏幕。见他如此，我不再多说什么，也不想再多说什么。一天清晨，我把起草好的离婚协议扔在了茶几上，带了一些基础的日用品，就抱着孩子出了门，去到了我临时租的房子里。等到我再见到陈浩时，是3个月之后，在法院的门口，我提起了离婚诉讼。今天是开庭的日子。你真要和我离婚？我这段时间赚到了以前10年才能赚到的钱。陈浩一脸不解地问我，可我现在看着他，却连一点点沟通的欲望都没有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我要离。你会后悔的。陈浩说的一脸气愤。我的嘴角闪过一丝不以为然的笑容。很快，经法院判决，我和陈浩即日起解除婚姻关系，财产分割如下：孩子在哺乳期，抚养权在女方，双方共同财产有1套住房。我拒绝了要那套房子，于是按照市价，陈浩给了我1半的钱，20万。关于孩子的抚养费，我让陈浩一次性付清，他现在正春风得意，不差那点钱，也痛快地答应了，直接又给了我20万。拿到离婚证后，我只觉得自己像获得新生般畅快。我拿着手里的一部分钱，在小镇上首付了一个2居室，算是和孩子有了一个家。等我在知道陈浩的消息后，已经是3年后了。小橘子已经开始上幼儿园了，
而我也已经找了一份线上客服的工作，边看孩子边工作两不误，生活已经完完全全地步入了正轨。这天，我去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买菜，没成想竟碰上了陈浩的姐姐，我以前的姑姐。见到我时，她也是十分惊讶，其实也不怪她觉得惊讶。和陈浩离婚后，我便切断了和他的一切来往，只希望他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。不过看他的这副模样，感觉他好像老了不少。欢欢，你和陈浩离婚后，确实是我们隐瞒你这些事情，对不住你。看你现在过得挺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在和他的交谈中，我得知了之前的事情。陈浩确实有个智障哥哥，叫陈然，是他们家的大儿子。陈然出生就患有先天性脑瘫，而且是很严重的那种。这么多年，除了一些基本的自理能力，剩下的什么都做不了，智商也仅仅只有6岁小孩子的那样。所以他的身边几乎是离不了人的，都是婆婆在照顾。说到这，我突然想到了为什么我和陈浩结婚前和结婚后，我想回他老家看看，他都百般推辞着不让我去，什么怕我不习惯不适应，统统都是屁话，他就是怕我发现这一切。还有我孕期陈浩说他很忙，其实是忙着和那些狐朋狗友聚在一起炒股，玩乐罢了。我们又说到，我和陈浩离婚后，陈浩仍旧活跃在股市里面，又陆陆续续地赚了不少钱。后来他在股市里赚的钱越来越多，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，拼一拼搏一搏的事儿是常有的。可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股市瞬息万变，哪是陈浩一个半路出家的半吊子就能玩得明白的？很快他就开始赔钱了。可他不信邪，越挫越勇，但这样也就越赔越多。没几天，他就把之前赚的钱全都赔光了。之后他又把房子抵押出去了，可没多久，房子钱也赔光了。但他总觉得自己能东山再起，就又四处向亲朋好友借钱。那些看到陈浩一时风光无限的亲朋好友，也觉得他只是一时需要资金周转，后面还能再赚回来，说不定还能多给他们些利息，便大方地把钱拿给他用。可这次结果却还是不尽人意，陈浩把借来的钱也赔得一分不剩，而陈浩这次也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他东跑西藏，就是害怕被那些亲朋好友找到，逼他还钱。姑姐偷偷从家里拿钱给陈浩炒股用，可陈浩现在就是个无底洞，根本就填不满的。很快事情败露，被姐夫知道了。姐夫终于忍无可忍，拿走了孩子的抚养权，决绝地和姑姐离了婚。怪不得姑姐看着老了这么多，经历了这么多后，姑姐其实也是个可怜人，生在这样的家庭当中。临走时，我劝她还是要独善其身，她只是静静地听着，没有任何反应。就在我已经快要把这个小插曲忘了的时候，这天我刚接完孩子放学，走到家门口，我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蹲在门口。果不其然，是陈浩找来了。应该是姑姐说了遇到我的事情。在见到我后，陈浩立马站起身来：“欢欢，我好想你，我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以后我们一家3口踏踏实实过日子，好不好？”陈浩说的一脸恳求。时隔3年，我再次看见了那张熟悉的脸。可此时的陈浩已经不是从前的那副模样，现在的他胡子邋遢，整个人都让人感觉脏兮兮的，看着还老了不少。我和他两两相望，沉默良久后，我拿出钥匙打开了大门。陈浩和我一同进了屋子。老婆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，还是你心疼我。你先坐一会儿，我烧杯水给你喝。说罢，我便走进了厨房准备接水。
不出10分钟，突然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。陈浩打开大门，却看见门口站着2名警官。有人报案说这里有人私闯民宅。说罢，还不等陈浩反应，他便直接被2名警官制服了。臭娘们，你还敢让警官抓我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要不是老子落魄了，老子会找你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。陈浩反应过来后，对我破口大骂着。我听着他说的话，心里没有丝毫波澜，只是淡淡道：我已经通知你的债主了，很快他们也会来找你的。陈浩已经走投无路了，如果来硬的，我当然害怕他会对我们母女俩做出什么事情，所以我只能假意让他进屋，然后找机会报警。其实当我刚知道陈浩开始全职炒股时，我便给我大学时学金融的闺蜜打了电话，询问着股市的情况。她告诉我，最近股市形势一片大好，股民也越来越多了，但是股市水很深，别看现在能赚钱，但是现在大环境经济萧条，股市后面一定会跌得吓人，让我不要轻易炒股，如果炒股了，就趁着高点抛出去，不要一直留在手里，这东西不是普通人能玩得明白的。所以当时我就催着陈浩，让他快点把我名下的贷款还完，还完我好尽快抽身。当我看到陈浩对股市的痴迷程度，幻想着自己能赚大钱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劝不动他的，他已经无法从幻想中抽身了。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时刻，我对陈浩彻底失望的是他们一家联合隐瞒我他们家的遗传病史，让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怀孕生子，还是隐瞒着我他有一个智障的哥哥，以后还要我们来照顾，又或者他背着我偷偷拿我的身份信息做贷款，也或者是他好好的网店不做，反而幻想着自己能一夜暴富，去做每天都变幻莫测的炒股，把我和孩子的生活保障弃之不顾。这场婚姻宛如闹剧般结束，我被一件件一桩桩事情蒙在鼓里，但我也庆幸我没有丧失判断的能力。当初的单纯善良也只不过是好拿捏的代名词罢了，但是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已经逃离了陈浩，也逃离了陈浩的一家。我怕陈浩他以后还会来找我们母女俩的麻烦，于是我将房子的信息挂到了中介，同时我物色了一个新的城市，我带着孩子来到了新的城市，并且给孩子改了名字，以后和我姓，叫林童。自此我开始了真正的不被任何人所打扰的新的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